乌巴滩头往古空，天涯飞轮是影葱，青灵一是红毛坠，幽密玄机带小钟。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1957年，在巴西的海滩上空，一个不明飞行物突然解体，留下的不仅仅是燃烧的碎片，更是一连串无法解释的科学谜题。这不是普通的坠机，更不是什么陨石坠落，这次事件留下的是3块极不寻常的金属碎片。它们经过多次分析，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人类现有的科学认知。这3块碎片从最初的100%纯镁的惊人结论，到后来同位素比例的怪异变化，每一次深入都仿佛在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为什么这些碎片如此神秘？是谁制造了它们？它们又为何会出现在地球？那些隐匿在分析报告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将带你一起拨开迷雾，走进这个被称为乌巴图巴事件的谜团深处。1957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巴西圣保罗州的乌巴图巴海滩如同往常一般宁静。几个朋友相约在此垂钓，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忽然，天空中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圆盘状的飞行物以惊人的速度向他们俯冲而来，眼看着就要坠入大海，它却在最后一刻突然拔地而起，随后如同烟花一般在空中骤然爆裂，化为数千块燃烧的碎片，坠落下来，大部分落入了海里，但也有一些轻飘飘的碎片像纸片一样落在了海滩上。这些看似普通的碎片却成为了一个谜团的开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将这些碎片收集了起来，并写了一封信，寄给了里约热内卢环球报的著名记者易卜拉欣·苏埃德。信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以及捡到的那些轻如鸿毛的金属碎片。苏埃德先生面对这封离奇的信件，以及信中附带的灰色金属碎片，他意识到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故事。这些碎片外表不规则，呈暗灰色，摸起来却非常轻，如同纸片一般。他决定寻找真相，而这一决定也开启了关于这些碎片以及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漫长探索。苏埃德先生并没有将此事搁置，而是联系了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航空现象研究组织在巴西的代表医学博士奥拉沃·丰特斯。他将这些碎片交给了丰特斯博士，希望他能用科学的方法解开这些碎片背后的秘密。丰特斯博士接过这些碎片，开始了对他们的漫长研究之旅。他将其中一块碎片送往巴西农业部矿产生产实验室进行分析。这是一个巴西的公共机构，专门从事矿产、金属以及合金的检测和分析。这一次的分析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结果显示，该碎片是由100%纯净的镁构成，不含任何杂质。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结论，因为当时的冶金技术根本无法生产出如此纯净的镁金属。于是，这些来自于乌巴图巴海滩的碎片被人们称为乌巴图巴金属，一个关于地球外生命的谜团也由此被人们熟知。在第一块碎片被分析之后，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惊人的发现，丰特斯博士又将另外2块碎片送往了航空现象研究组织在美国的总部，希望那里的科学家可以对碎片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那么顺利。航空现象研究组织将其中一块碎片送往美国空军的实验室进行分析，得到的回复却是，由于操作失误，这块碎片在分析过程中被烧毁了。美国空军还要求再提供另一块碎片，但航空现象研究组织对此表示怀疑和不满，拒绝了空军的请求。时隔多年，关于乌巴图巴碎片的研究再次被提上日程。1966年，美国空军为了调查不明飞行物现象，成立了科罗拉多大学调查委员会，由物理学家爱德华·康登博士领导。
该委员会重新启动了对乌巴图巴事件的调查，并经由当时在委员会任职的科学家戴维·桑德斯的介绍，再次与航空现象研究组织取得了联系。为了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他们将另一块碎片送往了美国财政部国税局下属实验室和位于美国密歇根州的陶氏化学公司进行分析。然而，分析的结果却与之前的结论大相径庭。这两个机构的分析结果均表明，碎片虽然是高纯度的镁，但并非是100%纯净的，其中还含有少量的锶，并且陶氏化学还表示，以当时的科技，也是可以提炼出这种程度的纯镁的。这无疑给此前乌巴图巴碎片来自地球外的论断浇了一盆冷水。这一系列的分析结果让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乌巴图巴金属到底是不是来自地球之外？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微观世界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入。关于乌巴图巴碎片的研究，也从最初的纯度分析，逐渐深入到同位素的层面。杰出的欧佛研究者雅克·瓦莱博士与斯坦福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加里·诺兰博士合作，对这些碎片进行了全新的分析。他们认为，此前被视为杂质的元素，可能并非是无意的混入，而是具有某种特殊功能的添加剂。2016年，他们收到了来自阿根廷欧佛现象研究委员会的2个金属碎片样本，一个来自奥拉沃·丰特斯博士提供的样品 A， 另一个则是由另一位目击者提供的样品 B。 使用更加先进的技术，他们对这些碎片进行了镁同位素比的分析。结果显示，样品 A 的镁同位素比例与地球天然镁一致，而样品 B 则截然不同，明显偏离地球正常分布，暗示其非自然产物。这一发现为理解碎片起源提供了新视角。为验证结论，他们在后续年份进一步分析了碎片中镁及微量锶、钡、锌、铜等元素的同位素比例。结果表明，碎片主要成分是纯度 99.88% 的镁，且锶等元素也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添加。诺兰博士使用多参数离子束成像仪进一步证实了碎片镁同位素比例与地球矿藏的显著差异。他大胆假设外星文明可能使用原子水平重构的超物质，利用不同于地球的同位素构建技术，这如同晶体管时代前难以理解含杂质者的应用。乌巴图巴碎片同位素异常变化或许暗示着人类未掌握的先进技术，碎片本身可能蕴藏着通向未知领域的钥匙。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UFO 在坠毁前会先变得不稳定，似乎是正在经历某种痛苦的挣扎，随之就会喷出许多碎片，然后恢复稳定。诺兰博士认为，这或许是 UFO 的一种特殊的移动系统。UFO 可能需要依赖特定的同位素比例才能正常运行。当这一比例失衡时， UFO 就会将碎片排出，以恢复平衡。这样的假设虽然大胆，却并非毫无根据。乌巴图巴金属片中异常的同位素比例，或许正是在印证了这一点。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这些碎片就不仅仅是某种金属，而是在 UFO 正常运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